曹远，见笑了，陋室一间。我这有上等的好茶，您尝。不必忙，不喝茶。今日兄弟私下来见，是有几句心里话，想和殷四卫说说。啊，兄弟进了司文曹已有月余，可惜成效不彰。李严将军分派兄弟进入司文曹，可不是让我下贤妻冷子的。殷四卫可知李严将军本意何在？属下愚钝，还望曹院明示。大汉国势羸弱，征战频仍，丞相却坚持伐魏，不惜国力。这属下向来只是低头拉车，不会抬头看路，这对国家大事都是浑浑噩噩的。满朝文武畏惧丞相权势，皆闭口不言。唯有李严将军独辟蹊径，不必抚越，接管司文曹是李严将军这盘大棋的第一步。曹院，您说这件事情太大了，属下身份微末，不知你这个冯英呢，把司文曹围得水泄不通，没点干货，想要扳倒杨仪，谈何容易？我知你是冯英心腹，只要你我同心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哎呦，曹院您太抬举我了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司卫。一个小小的司卫做的事可不小啊！这些年你伪造指令，利用司文司这条情报线向吴魏走私牟利，这上面可是一笔笔都写得很清楚啊！你自己看看。街亭情报案也有人利用古正这条情报线，向曹魏提供机密军情，这也太巧合了吧！属下该死，属下该死，属下贪财是真，但是绝无通敌叛国之心。到李严将军面前，你也这样辩解吗？殷四卫这手是下不去了吧？给你条活路，要不要？你想把街亭情报案和烛龙案并案侦查，你是对白帝变节心中存疑？是。街亭情报案还存在一种可能，白帝送出的情报没有问题，抵达岐山大寨之后，被烛龙给替换了。此人必须在军前熟知我军部署，并且能接收到街亭情报和白帝密语调本。你说的这些条件，我冯英都合适的。如果冯曹院同魏，那么白帝身份早暴露了。你是怀疑孙立？荒唐！那白帝的事儿就不荒唐吗？自我进司文曹起，您就一直告诉我，所有的案子都要拿证据说话。这没错，但你的证据在哪儿啊？成功是你妹夫，你这样想也是情有可原。
但我要明确告诉你，已经过去的事情，多说无益。退一万步说，白帝就算是牺牲品，那也已经牺牲了。接听情报案，必须尽快结案，这是大局，跟是不是查烛龙毫无关系。你不要以为我那么讲是在袒护孙令，你想想，查孙令的结果是什么？到最后还不是针对我冯英吗？我不向你萧何搅和进这朝真权斗这个烂泥潭，你懂吗？冯曹院的话，我好好想想。司文曹是国之利器，绝不能成为政争权斗的工具。李淼另有所图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这我明白。你明白就好。天水监军司马弥冲拜见黄大祭酒。天使远来不易，诸位长老，恭迎上国天使！恭迎上国天使！王玉接旨。大为皇帝陛下敕令，封五仙道大祭酒黄玉平南将军、汉中先锋使。请接旨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有劳天使。五仙降神，祭献三生。
天使，此乃本教圣姑。熏头还没回去啊？午后冯英找我谈了，说司文曹是国之利器，绝不能成为政争权斗的工具。这话说得好听，他要尽快结案，不也把司文曹当做一张牌了吗？算是彻底摊牌了。孙令不让查，他还直说李淼进入司文曹，肯定是另有所图。封曹院如果不让查，这案子你可就查不动了。就算如此，你也非要查吗？查，肯定要查。徐司尉，孙司尉，二位辛苦啊！先生，这边请。死罪，死罪！曹院请客你都迟到，再等你啊，我们就成饿死鬼。这种紧要关头，我冯英请客，只要敢来的，都是兄弟啊！哎呦，哎，我呀，心里有数，要不然也不敢请两位出来小聚。今天这案情会啊，打了一场擂台呀，二位怎么看？这李曹院是想翻司文曹的老账吧？查烛龙，那是项庄舞剑，实际上是向西风压倒东风，冲我冯英来的。曹院啊，不分东西，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。您说往哪儿走，咱们都跟着。二位呢，都是司文曹的老人，想必心里啊都有一本账的。这李曹院初来乍到，立功心切，也是情有可原吧？没那么简单。直说了吧，成都形势不好，诸葛丞相北伐势力不但余波未了，且愈演愈烈。李严将军此番成都面军，纠集了西川10余家士族门阀上书弹劾，意图解除丞相兵权。这丞相自隆中茅庐出山以来，追随先帝屡建奇勋啊。蜀汉的基业可以说有一半都是丞相首创的。那这李严将军同为先帝托孤重臣，哎，他要动摇丞相，恐怕……这话不错。司文曹是丞相的老班底，曹院有何顾虑？二位啊，说的都对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功高震主，必有所虑。哎，我可没说啊。我可没说，又让你抖机灵吧？罚酒，罚酒。好。
俺一起来吧。李岩此番谈和，旬日间要见分晓的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绝不能让李淼弄到任何东西往司文草头上泼脏水。倘若司文草内有人通敌叛国，才导致的界定兵败，那杨张氏难辞其咎，丞相处境也会越发艰难。曹爷放心，我和殷大哥都不是玩弄权谋的小人，有何吩咐，敬请直说。就是，来。杨仪狗贼！老爷，司文曹荀许求见。荀许，有人替换了白帝的接听情报。白帝生前亲口所言，有证据吗？目前只有旁证。古正情报线出了问题，白帝情报被替换是有可能的。你觉得冯英、冯草原会是烛龙吗？从案情上看，白帝密语情报只有冯草原可以解密，因果太清晰了，不会是他。那你是在怀疑孙令？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？是。今日午后，冯草原找我谈了，他不让往下查。很好，你找我，找对了。来，这几杯酒算神啊！对，是吧？再喝，我还可以喝。对，还可以喝啊。我还可以喝。
本来还想跟圣姑同浴呢，今日怎么这么早？你我上尉礼毕，大祭酒莫再调戏妾身。择日不如今日嘛。圣姑意下如何？祭酒，今日刚受曹魏册封，难不成这么快就忘了教中的规矩？哦，我道你为何今日整天闷闷不乐，原来是对此事耿耿于怀。册封是喜，妾身只不过是替大祭酒惋惜。怎么说？妾身投身武仙道，是亲服大祭酒是英雄盖世，不世出的奇才，岂料今日却见大祭酒受人册封，寄人篱下，妾身深以为耻。好啊，唉，可惜我武仙道好手如云，竟还没有一个女人有此见识。此话怎讲？我今日虽受曹魏册封，但毕竟只是权宜之计。待他日事成，我必定要复兴圣教，将魏蜀吴皆入我鞘中。圣姑，你知我肺腑，你当真是上苍赐予我皇爷的重礼。还望大祭酒将来可以记得今日之言。当然。时辰不早了，你早些休息。这萧何不地道，曹院怎么算也得算他的恩师了吧？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？不，萧何是不得已执行司礼的裁决令，他心里未必认为白帝便捷。还是唐斌了解他好。萧何的确是这么想。倘若白帝并未便捷，那萧何自然就认定司礼有曹魏的卧底。没那么复杂吧？我看啊，他就是觉得西头得势靠上去了。闲话休提。这接令情报案必须到此为止。梁将士之前提醒过我，今日要彻查烛龙案，你们二位都留点神，以防有人别有用心。是，明白，都在酒里了。哎，唐兵，你跟萧何关系不错，盯着点。萧何呀，直肠子，以免被人利用。我跟萧何是好朋友，让我在背后盯着他，总觉得有点不舒服。哎，还是我来吧。斯文斯丁人是本行，手拿把掐。萧何，我能帮你做什么呀？调查第一步，需要确定解密白帝情报用的密语雕版。雕版？对，白帝密语雕版是个套盒，平日里由重兵把守，战时则由孙令亲自携带，有12名白耳禁军押送。若是没有权限，没有办法调出来。这个我来想办法。不过萧何，你觉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？您说，当时情报传送10万伙计，坚不容发。即便烛龙想要制造一个假情报，也力有不逮啊。李曹院的意思是，情报原件无人辨识，只有冯曹院看得懂，那就不能排除在破译时做手脚。这种可能不存在。白帝密语雕版一旦套上了情报，内容无法更改。
李草原，这样，一旦我拿到密语雕版，我会即刻安排重新核查。好，就先这么办吧。姐夫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我跟你说了，遇事要稳重。稳不了了，我看见荀许去找李淼了。这会儿，可不是吗？我看这荀许查烛龙是假，背地里阴着搞姐夫才是真。这个荀许，看似忠厚，实则狡诈。行，你行了。你别总是老盯着人荀许，啊，不就是一把金安寺侍卫的椅子吗？睡了。不是，我姐夫，忠言逆耳啊，姐夫。李曹院怎么说？明天就开始行动了，他会把白帝密语雕版给调出来。这一步走出去，就没法回头了。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东西落在寺里了。你先回吧，我去取一趟。好。哎。你可算是出来了。今天来的这几个都是马太将军的副官，4号和他们将来你军中有人吃香的喝辣的，随便你。走吧。柳莹已经不胜酒力了。哎，不说没劲就喝呀！对，喝呀，喝！哎，好酒量吧？哎，柳姑娘，我可记得你还有2杯没喝呢。对，就是啊，不能赖账啊，柳姑娘。端起来吧。就是呀，这呀，这呀，喝了，还有一杯啊！来，柳姑娘，来。小女姓柳明莹，多谢侠士仗义出手救小女性命。天水主簿，陈公也。古镇意外死亡，必定会引发司文曹的调查。
郭都督吩咐，以后不再使用西蜀军情系统。我的任务就是给你重新建立情报渠道，以后你所有的情报都由我来转交。哼。此时洞中潮冷，还要多多注意。我也准备了一些滋补药材，你先放入你的洞室内了。谢祭酒品爵。应该的吧。拜见祭酒，拜见圣姑。妙峰时有紧急密报。妾身先去整理教衣。有劳圣姑了。根据烛龙的情报，潜伏在魏境的蜀谍白帝，正实施天水郡逐步成功。化名陈卫，奉天水郡守郭刚之命，和糜先生一起进入蜀境。倘若此人不是在阳平关为蜀军错杀，那他此时就在咱们五仙道的内部了。传我的令，分坛各部，立即撤离总坛。是。金泽，提防万一，要好好设法查一查这个于冲的真实。是。李曹院，李曹院，您叫我来有事儿？来得正好，有件事要向你请教。李曹院，您太客气了，有什么事儿啊，您就尽管吩咐。司文曹重要的内部往来情报，都是用密语书写的吧？是的，司文曹和游霄都持有密语雕版，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情报不失密。你看看。是这样的吗？是这样的。您看，在这个雕版的空当中写上情报的内容，然后再在别的地方写上不相干的字，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知道情报到底是什么内容了。白帝的街亭情报也是用这样的雕版书写的。是。不过，白帝的级别不一般，他的雕版是有机关的。现在，白帝叛变已经定性，所以他的雕版已经解密，不然保密程度会很高。有多高？重兵把守，钥匙封曹院亲自掌管，没有他的允许，别人无法出击。解密以后，雕版存放何处啊？还在库房。不过，现在手续简便多了。李曹院，您要想看的话，一句话的事儿。
冯曹院去哪儿了？啊，他今天不在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库房看一看。一会儿查朱罗，一会儿查五仙道，一会儿又查潜入魏谍的，咱竟然死快成咋办了？有这功夫废话，还不如多看些情报呢。你是刚来的，勤快点是应当的。冲我白老四哥没用，有本事跟巡头抱怨去。别说，我还真得给巡头请个假。你还当真啊？我就是说说。家中内人从岳城送来急信，家中老丈人惊厥抽风，我得抓紧回去见堂小。那嫂子她还好吧？着急上火，也卧床11日了。这会儿巡头不在，今天又安排去阳平关，你得抓紧让他签字儿。没事儿，我听李曹院说了，巡头一会儿就回司里。啊，那好，那好。把门打开。李曹院，请。去吧。发言情况。按照规定，解密归档前，相关的密码都是保密的。这个就是白帝专用的密语雕版。根据指定的天干地支，这3块雕版会据此调整顺序，那露出情报的孔洞也会随之改变。这样就是为了防止单层的密语雕版被卧底拓印泄密。那天干地支是临时约定的吗？是。司文曹惯例称其为密钥，在密封情报的火漆印上，一般都会标注着方位，还有三才等等字样，外人无法了解其中含义。只有密钥跟密码完全匹配，才能在其中解读出有意义的文字。您可以试试。这封情报约定的密钥是天、人、北。这不是接听情报吧？好，接听情报在书佐台归档。要调阅的话，得通过孙令。啊，对了，荀司卫想要研究一下这雕版，能带出去吗？这个按理是违反规定的，但是司文曹不是成立了竹龙专案小组吗？对。就以小组的名义借，我签字。是。
巡头，以曹院有请。哦，知道了。我不会变放。